看完这条视频，你才会知道那些生活在美国的人是多么的无聊，包括但不限于我们。我们现在开车去一个4小时车程的地方，这几乎是美国东部地区最高的一个山区，叫大雾山。很多到美国东部旅行的人都去过那个地方。大雾山被称为是全美国游客人数巨多的地方。那巨到什么程度，我们就不用顶级词了。黄石公园、优胜美地、科罗拉多大峡谷，这些游客的数量都排在大雾山之后。大家可想而知，这个地方对于东部来说是多么受人欢迎的一个旅游景区。当你到了这个景区，你就会知道很多美国人是怎么折腾自己的。首先，自己有好好的房子不住，非也跑到荒郊野外来做所谓的营地，支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帐篷，在刚刚下完雨的森林里面安营扎寨。所以这个地面其实是非常潮湿的，而且在这样的森林里面虫子还特别多。美国瑞士这样的营地一共有15000个左右，几乎遍布美国的东西南北。而且周末和假期去营地是美国人100多年来的一种很重要的休闲户外活动。很多在美国长大的孩子都参加过这种户外活动，有些童子军的机构也会组织孩子到山区来做这样的户外生活体验。美国从19世纪70、80年代就开始有营地了，到现在已经有150年的历史。早期是因为赶着马车西进的时候，这些人中途没有地方住，只能在森林里面沿途安营扎寨，所以慢慢的形成了一种营地中心来接待西进途中的这些拓荒者。当然，今天这种营地已经不再是西进的一部分，而成为美国文化的一种重要的体现。到户外住营地其实是一种自我折腾，当然也是考验自己野外适应能力的一种机会。你知道这些人为什么坐在这个路边看着森林吗？难道他们真的闲得无事可做了，要做这么无聊的事吗？其实不是，因为这个地方是大雾山的一个观赏萤火虫的地方。据说在全世界有2个这种萤火虫聚集在晚上可以集体发光的地方，这个地方就是其中一个。每年大概有7、8天的时间，萤火虫就会在这里集中出现，形成一种非常奇特的自然景观。而就因为萤火虫这每年出现，就会导致大量的人来这个地方来观赏。由于来的人太多，导致营地不得不限制每天进入这个山谷的人数。似乎是上天的安排，到了晚上9点，天黑之后，成结队的萤火虫开始扎堆发亮，一闪一闪，而且非常有节奏。我也尝试去拍这些萤火虫的发光，但由于摄像的条件根本拍不出那种感觉，别人所拍的那些视频和照片。有兴趣的可以在网上搜一搜。请关注鸟叔看世界，点赞、分享、转发。